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大家有发现今天的背景是不一样的吗？那是因为我现在来到的国家消费人行动议会 Majlis Tindakan Pengguna Negara 简称 MTPN 的办公楼。我知道大家身为消费者，一定或多或少遇过一些不平等的交易问题，像是商家售卖逾期的物品啊，货不对版啊，甚至有商家趁机坐地起价等等的。可是呢，我看到很多消费者都会习惯性将不满的投诉发布至个人社交网站呢，或者是吹水站。虽然是很多网民看到和分享，甚至一些投诉会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但这始终不是正确的管道。所以今天我有幸可以采访一位来自 MTPN 的议员作为这期的嘉宾。较早前呢，我们其实有交流了一段时间，才知道原来对方也是有关注小南的影片哦。好的，话不多说，我们赶紧进行采访吧。好的，现在坐在我隔壁的这位呢，就是 MTPN 的议员 Alston。Hello， 大家好，我是 Alston。我自己本身呢是这个国小会的议员，也是龙区的这个投诉部的主任。好的，我们欢迎 Alston。其实，在还没有认识 Alston 之前呢，我都不知道原来民众如果遇上了消费相关的问题啊，是可以透过像 MTPN 这样的管道去投诉的。那么，可以请 Alston 和我们的观众朋友简单的介绍一下有关 MTPN 的背景以及其成立的目的吗 ？OK， 我们Majlis Tindakan Pengguna Negara， 我们是成立在under这个 KDN 内政部。那我们成立的这个 purpose 呢，我们是拿来维护消费人的这个权益，还有就是作为一个桥梁，对接这个消费群体，还有商家，还有以及政府，然后他来如何去探讨、去优化保护消费人的各种法令这样子的一个作用的一个机构。那这样看来 MTPN 和其他的投诉管道有什么不一样吗？OK， 我们比较 focus 的是在消费人的课题上。那其实每一个政府部门，他们都有自己一个投诉的这个部门的。那当然呢，很多群众他们也不晓得如何去做这个投诉。那比如说消费人仲裁庭，他解决的是这个5万马币5万以下的这个消费的这个课题。那当然有一些投诉呢，它是牵涉到不同的这个政府部门的板块，比如说这一个投诉，它刚好 involve 到的部门是除了这个消费人仲裁庭，那其实它也 involve 到卫生部、贸销部，甚至是 MCMC。那如果你要让群众他分别在4个或者是3个以上的这个部门去做这个投诉来讲，是非常的吃力的。那如果说民众他们选择来我们 MTPN，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这个经验来，还有这个network 来去处理这个消费人的这个问题。了解，简单来说 ，MTPN 是在接到消费者的投诉后，就会根据情况给予专业的咨询，还有解决方案，甚至也会采取适当的行动。对吗？但我好奇的是作为一个消费人如果今天我在消费上遇到问题了，那么我该如何到 MTPN 做这个投诉呢 ？OK， 首先呢，你必须要明确，你在这个事件的这个里面呢，你是一个消费人的这个身份，然后在你觉得说你有遇到消费不公平、不平等，或者是作为消费人你觉得你的权益受到侵犯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来我们 MTPN 这边做这个投诉。那当然呢，你除了可以联络上我们的这个 MTPN 不同分会的这个议员以外，你也是可以透过邮件的形式来去进行这个举报的，还有这个投诉。然后呢，在邮件中呢，你可以以比较理性的方式陈述你的整个事情比如说是什么时候在哪里发生了什么事。那最好呢，不要在这个邮件里面过多的去表现出就是比较感性的层面，比如说你很愤怒你很生气因为这样子对我们去了解你的 case 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帮助的。那我们在初步进行了这个了解过后，我们会联络你，然后安排你来到我们的办事处，然后我们会开一个档案，然后再来去做后期的事情。那刚刚其实我有听到 Alston 提到一个重点就是有关消费人的权益，可以再进一步和我们说说消费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权益吗？Of course。
那在我回答这个消费人的8大权益之前呢，我想说的就是一个公司或者是一个国家，或者是说我们讲全世界，都离不开这个消费人作为这个经济推动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群体。如果一个国家它没有消费人的这个贡献，那这个国家肯定是没落的，或者是它会面临很可怕的现象。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消费人的这个重要性。当然我们都明白消费人的这个权益也是非常的大，因为毕竟我们都已经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嘛。那反映过来就是它的这个权益有多大。那消费人基本的8大权益呢，是这个国家发展的命脉。那它包括了以下这8个权利。第一呢，就是满足基本需求的这个权利。第二，获得安全的这个保障。第三是得到正确的资料。第四是自由选择的权利。第五呢，享有可持续发展以及健康的这个环境。第六，获得公正的赔偿。第七，接受消费人教育的权利。然后当然最后一个就是发表意见的这个权利。然后呢，其实大家仔细分析刚才我们有提到的这个消费人8大权益呢，如果一个国家它把这8大权益都维护到很好的话那这个国家一定是繁荣跟先进的。所以我们说消费人是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的脊椎骨梁，也不为过了。同意你的说法。那在你过去所接或者投诉案件里最让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案件？可以方便跟我们分享一下吗？OK， 我个人最深刻的印象，我想很多观众也会知道的。那他是在去年有一位准新娘，很年轻的准新娘，然后她为了要去让自己的拍婚纱照更加漂漂亮亮然后她就有去做了一个抽脂手术，然后造成了这个死亡事件。我相信你应该还有印象。然后这个 case 呢，是我亲手开的这个 file。然后当然呢，我们很遗憾，就是人死了不能复生。但是我们从中也看到了这个消费市场，因为这个消费人接受到的这个教育不足，然后这个认知也不够，然后造成这样遗憾的类似事件。然后我们希望这一件事情，类似这样的事情可以逐步的减少。这个是我们努力的方向。这个案件我也知道，在当时真的是引起了很多的这个热议。他们可以透露一点点这个案件后续是怎么样的吗？是的，这个案件呢，我们已经交给司法单位接手，然后我们 NTPN 呢，则是在后续上面呢做了很大量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我们是提供给这个相关的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是监管单位，然后去呈报出就是如何去更好的去规范好这个行业的一个标准然后我们希望类似的事情可以真的是有一天在马来西亚越来越少。除了这个个别的案例我想知道 NTPN 接获最多的是什么类型的这个投诉呢 ？OK， 我们在近期或者说在最近这1-2年里面我们接获到的大部分的案段都是有关于到这个网络买卖，或者是诈骗。因为尤其是在国家推动这个互联网普及化，那所有的商家几乎是已经离不开这个线上的这个就是说线上它已经必须是一个商家必须具备的一个趋势跟他们的一个渠道。那又再加上这个 COVID-19， 那很多商家都被迫去转型。但是在网上面它的监督管方是非常的弱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就是它不像就是 offline， 你 offline 你有任何事情你还可以知道他的店在哪里，然后他的老板你可以找得到他。那如果是在线上的话，可能消费人要去追溯到这一些这些正确的资料来讲说会比较的困难。那变成了当这个互联网普及化的时候，它也成为了一个不法分子或者是不良的商家，我们就给到他一个滋长的这个空间。所以呢，在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就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然后
我们也提供了很多给这个相关的这个建议给相关的部门，然后我们也花费了就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去研究一个叫做碳匪的一个 apps 那它的英文名叫做 iDenFit。是的 ，iDenFit 呢就是一个开放给公众免费下载使用的一个 APP。那这个 APP 呢，它的用途很简单。就是说，比如说小南，你今天开了一个网店，那我在网上得到你的这个产品的消息，然后我必须要打款给你嘛。那这个时候呢，我必须要保障，你是不是真的这个商家，然后你的户口有没有问题？那我可以用这个 app 呢，就是把你的户口 key in 进去，然后呢是会显示出你是alert 的还是 verify 的一个商家。那如果说最后小南的那个显示的是 verify， 那我作为一个消费人，我可以很放心的把这个交易去进行。那想请问这个 iDenFit 现在已经是开放下载了吗？是的。说如果我作为一个商家，我是要怎么去注册或者是联络你们呢？OK， 你可以你可以用这个邮件的地址来去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有相关的团队去 follow up 你。那商家呢，他们注册在这个 iDenFit 呢，他们的 requirement 就是也很简单。那第一年只需要是399令吉，然后呢，每一年的这个服务费呢是99令吉。然后除了这个商家以外呢，我们也现在在号召着大量的 volunteer 加入，成为我们 NTBN 的 Sukarelawan， 一起去推广这一个iDenFit，让全民一起来碳匪。所以我们的核心理念就是一人上当，全民皆知。就是今天我们让那个骗子只可以骗到一个人。我们想象一下，当这一个 app 被普及化，全民都使用的时候，那一般上过去来讲，我作为一个骗子，可能我骗了50令吉，可能小南你不会去为了这50令吉，然后去做出一些动作，或者是举报。那可是我可以是骗好多个人，可能是1万个人，那我就在这个市场就是骗了这个500千令吉嘛。那当然，被骗的群众当中，一定也是会有人去做一些报警的动作。然后呢，你可以去在我们 iDenFit report 这个户口。那以后呢，他就再也骗不到人了，因为每一个人用 iDenFit 一 search， 你们就看到它是 alert 的，它就是这样好用，然后也如此简单。为什么我的公司不是 verify 也不是 alert 呢？因为你的公司你还没有来我们iDenFit这边申请成为一个注册的这个商家，所以你的 status 是 unknown 的。然后我这边我可以就是去给你看一下，给你 testing 一下，因为我们过去有收到这个诈骗嘛，对不对？然后我把这个诈骗的这个户口我可以印进去，然后你们可以看一看它会出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它是出来的是这样子的一个 alert 的，要给镜头看一下吗？所以它会出现是红色的，所以也就是说它这个户口是曾经有人被举报过，所以你可以再进一步的去选择你到底要不要把这个钱打入给这个户口，就是这样简单的一个操作。那么能不能问一下，如果我是商家，但是我又担心我的资料泄露，又或者是担心竞争对手的这个恶意举报，这个 app 是如何保障我呢？这一点呢，其实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的这个 iDenFit， 我们是用这个区块链的这个技术作为这个基础，所以它的资料是没有办法被篡改，然后没有办法被泄露。那至于是恶意举报的方面呢，我们有自己的一套流程。就比如说，我今天我要举报这个户口，我必须要在里面 upload 相关的这些资料，包括呢是这个报案纸。那我就相信没有人敢为了要去恶意举报而去报一个假案，因为按照Malaysia的这个 Act， 如果你是跑去报假案的话，你可能受到的刑罚是罚款不超过2000马币，坐牢6年，或者是2者兼施。
所以在这样的这个制度下，我相信恶意举报这种事情应该不太可能会发生。哇，看来是个能让商家和消费者都很放心的 app。我很期待它可以让我们在往后的这个消费过程中有很大的信心，还有安心的。好的，今天很开心呢，能采访到 Elson 啊，谢谢你和我们分享了那么多宝贵的内容。我希望观众朋友们对于 FTPN 以及消费相关的权益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那也非常感谢 Elson 议员百忙之中啊，能抽出时间接受我们的采访的，谢谢你。好，谢谢。好的，那我们下期再见喽。